灵珠转世，降于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家。初时便闹转东海，手持乾坤圈，脚踏风火轮，身披混天绫。他是顽劣的孩童，亦是无畏的战士。他剔骨还父，削弱还母，从此断绝尘缘，以莲花为身，重塑真我。他是天庭亲锋，统领天兵天将的先锋大将，威名赫赫，三坛海会大神，哪吒三太子，恭迎三太子。我来了，要杀谁？找死！给我死！国运秘境将于12小时后开启，全球各国将随机挑选1人进入。国运秘境规则：一、天选者需讲述本国神明之起源、事迹、神格等，讲述无误即可召唤神明作战，为国家赢得国运奖励。二、若讲述有误或杜撰神明，天选者会被神力当场抹杀。三、天选者只需喊出挑战对象，即可随时开启神战擂台。神战擂台开启，双方各有3分钟准备时间，3分钟后神明决战。四、若天选者被淘汰，则其对应国家即刻灭国。本秘境全球直播，倒计时开始。坏了，我们华夏的神话早已断层。首长，除了财神爷、土地公这些民间流传较广的，那些真正强大的神明体系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而且对于财神爷、土地爷什么的，我们了解的也不多呀。不多也比没有强，不能等了，现在立刻将所有现有的资料整理，全国下发，让所有人都学起来。12小时能学多少是多少，全民备战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倒计时结束，华夏天选者秦风，快查这个秦风的全部资料，他是哪个大学的教授，还是哪个研究所的学者？首长，查到了，但是什么？快说！他来自一个叫王家堡的地方，我们的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村庄。我们下发的神话文件派送员还在路上，没收到文件，那他岂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？果然呐，任何一个穿越者都不可能平平无奇的过完一生。小爷我的考验和机会都在这里。同学们，我知道你们很慌乱，但是不要慌啊。虽说这个世界的神话断层，但关键是本小帅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呐。诸位快闪开，我开始装逼了。天地鸿蒙，混沌初开之，盘古大神手持。警告，信念力不足。原来如此，召唤神明需要信念力，我现在的信念力还不足以召唤出盘古大神。罢了，也无所谓，没有盘古大神，还有很多选择。华夏的天选者，弱小的东西！你们华夏神话早就断层，你还不趁早认输灭国，非要留在这里自取灭亡吗？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们华夏认个怂，公开承认我们棒子国是你们的文明起源，承认华夏的一切都源于我们伟大的国度，并且证出华夏东北、华中、华南给我棒子国，我就大发慈悲带你活下去，怎么样？
无耻、卑鄙，窃取我们的文化，剽窃我们的历史，现在还敢如此大放厥词，欺人太甚！首长，这个朴在行，他简直不是个东西，必须想办法挫挫他的锐气。可是我们能怎么办？神话断层，这是我们的硬伤。现在他们都在秘境里，只能看秦风的了。希望他，让我认你当祖宗，你呸！你想反驳我？不是反驳，我纯骂你。我华夏文明上下5000年，辉耀寰宇之时，你们的祖先还不是在哪片地里玩泥巴呢？哼！想让我们认你们当祖宗，你不如先挖开你家祖坟，看看你祖宗带到坟里的传家宝，是不是你祖宗在华夏签的卖身契？好，既然你给脸不要脸，那你们就灭国吧！大棒子国朴在行挑战华夏天选者。华夏天选者被挑战，神战擂台开启。东海之滨，蓬莱仙岛，有我大棒子国长寿之神，其名麻姑，见证沧海桑华桑田，守日米成珠。降临吧，伟大的麻姑神，赐予我无尽的生命与力量。麻姑，那是我华夏道教神话里的女仙，居然被他们奉为神明。还有什么东海之滨、蓬莱仙岛，那地方是他们的吗？真是可笑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华夏神威。灵珠转世，降于陈塘关总兵李靖之将。初时便闹转东海，手持乾坤圈，脚踏风火轮，身披混天绫。他是玩类的孩童，亦是无畏的战神。灵珠转世，什么东西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他剔骨还父，削弱还母，从此断绝尘缘，以莲花为身，重塑真我。他是天庭清风，统领天兵天将的先锋大将，威名赫赫，三坛海会大神，哪吒三太子。哪吒三太子啊，这是哪位神明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完了！国运秘境召唤神明，必须是真实存在的神明才行。这秦风怎么现场编了一个出来呀？胡乱编造神明会被秘境规则直接抹杀的，我们华夏最后的希望也要破灭了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怪不得秦风啊。神话断层终究不是一人可逆转的，换做任何一人上去，也终归是一样的结局。恭迎三太子。我来了，要杀谁？秦风，这就是你华夏的神明，一个还没断奶的奶娃娃，怎么嫌华夏丢脸丢的还不够吗？棒子国那货说咱们华夏无神，哼，我华夏无神，他那老东西也配叫神？今日本太子倒是要看看他有什么能耐，没盆在的。找死！你试试什么怪物？还会变身？给我死！朴在行，到哪？别！风大祖宗，华夏祖宗，我刚才就是小小的开个玩笑。我们大棒子国和华夏，咱们是唇亡齿寒，一袋水。君住汉江头，我住汉江尾，日日思君。三太子，杀了他。大棒子国朴在行淘汰，大棒子国灭国。废物，彻头彻尾的废物！国运秘境开启还不到半小时，我大棒子国就要被灭国了！灭国了！
我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行了，行了，太帅了！秦风牛逼！看见那帮棒子选手之前的嚣张样子了吧？现在被打脸了吧？还偷我们文化，这下让他们知道谁是祖宗！哪吒竟然真的是大神，我还真以为是秦风编的，想不到秦风竟然真的知道。好啊！立刻记录，立刻把三太子哪吒的资料也记录在册，要最详细的列入华夏现存文明考名录。这是我华夏的瑰宝，是我们的底气。是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是，谁让他们进去就针对我们，活该！长老，您快看，秦风背后那是什么？地级啊！这是秘境里出现的第一个地级魔兽，肯定是刚才的动静太大，惊动了他。哼，好一头孽畜，长得真丑！不被召唤而来，时辰有限，既然遇上了，那就顺手宰了。孽畜，死！小贝，吾先走了，有需要唤我便是。恭喜华夏选手秦风全球首杀地级魔兽，完成第1阶段任务。恭喜华夏国获得国运奖励，英雄有归。这是什么？刚才的国运奖励，英雄有归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明白，英雄是指秦风吗？归是回归，可他还在秘境里啊。不只是秦风，这光芒覆盖了整个华夏。这英雄有归，绝对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那么简单。我儿子他英勇吗？他从小就跟我说，长大了要当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要保护我们大家。他做到了吗？阿姨，王队长是英雄，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。要不是他扑上去挡住那颗手雷，我们小队就全完了。他一个人身中7枪，还死死抱着毒贩头子没松手。他做到了，他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爸爸是英雄，我长大了也要当警察，我要把所有坏人都抓光。妈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儿啊，我的儿啊！婆娘，今天下雨，没啥子客人，担的面少弄一些吧。好。大爷，还有面吗？有，你们是川军？你们从哪个战场下来的？是我们从南边嵩山。大爷，有面吗？坐，有面。婆娘，快拿面出来！咱们的战士们回家吃饭了，回家了。战士们来了，好，老头子，你可看好了，不许让战士们给钱。这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吗？婆娘，别怕，是咱们当年远征的川军团。我看到，你看到你爸爸了？看到了。别声张，我现在这么说，别吓着他们，让老人家好好吃顿饭，吃饱了上路回家。好，下面。大爷大娘，我来帮你吧。爹，婉儿，叔，同志，不用，我来就好。你们坐，吃面多吃点儿，不够还有。同志，您坐。今天尽管吃，我们是部队上的，专门在这儿等你们，让你们吃饱了回家。
回家了，兄弟们，回家了。长老，报告，所有报告都进来了，全国范围内共计27位国宝级科学家的绝症在瞬间痊愈，边境陵园反馈960位烈士的归来，还有抗战老兵、新功之残的战士们。好啊！国之栋梁未曾凋零，戍边英魂终得还乡。这是天佑我华夏，天佑我华夏呀！长老，这哪里是天佑，这分明是人佑啊！是秦风，是秦风在秘境里为我们整个国家拼出来的符纸。对，是秦风，他更是我们的英雄。快，立刻接通秦风的通讯，我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他。首长，秦风，好小子，干得漂亮！我代表整个华夏，谢谢你。这个画面我们也共享给你了，因为你为我们争到的奖励，全国各地所有的国家英雄都受到了奖励。就像我们有些科学家，你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那些为国奉献一生的科学家，那些为民牺牲的子弟兵，那些默默守护着孩子的老师，他们才是英雄，为国为民皆是英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好一个为国为民皆是英雄！秦风，华夏有你是国之大幸。果然，我也是英雄，身体强化了不少，信念上限也提高了点，而且民众对我的信任，对我的信念也能帮我回复和突破信念值上限。全球通告：华夏区天选者秦风首位完成第1阶段试炼，其卓越表现已开启第2阶段试炼。废物！废物！华夏神话断层了，竟然还能被他们抢到！让那个该死的红脖子给我快点儿！只要拿到第2阶段奖励，叶子管够！第2阶段奖励不管是什么，命令斯坦利找到第2阶段的魔兽，立刻，马上2阶段的手杀奖励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到手。新疆那边消息传过来了，给了我们很多黄金，拜托我们找人猎杀秦风，让井上三郎行动起来吧。告诉井上三郎，现在就是他为天皇陛下尽忠的时候了。刚刚召唤完哪吒，信念值1个小时才恢复12点，还是谨慎点好。至少是地奖。目前我的信念是150，前面召唤了一次哪吒，用了90，虽说回了点儿，但也没多少。不过地级魔兽可还用不着哪吒出手。那就来吧！南方镇卫执清风，怒目金甲，气贯红，增长天王显圣。休息一下，信念值只剩下几十了，要等6、7个小时才能回满，有足够的信念值才能应对危险。这孩子沉得住气，知道保存实力。没错，在这种秘境中不能冲动。秦风心思缜密，现在确实该养精蓄锐。他之前跟我们说过，信念值1个小时才恢复12点，现在我们预计秦风7个小时后才能恢复战力，到时候我们会提醒他。秦军可让我们好找，你召唤神明的英姿真是让人印象深刻。可惜你召唤不出来了，不是吗？我们进来的都知道，每个人就100点信念值。你之前召唤了那个小孩神，应该消耗了不少信念值吧？刚死掉的魔兽至少是地甲，你还有多少信念值呢？华夏得到的够多了，就算你还能召唤4对1，你又能怎样？高帝国罗伯特挑战华夏天选者，红国卡尔斯，金国约翰劳文斯，樱花井上三郎挑战华夏天选者。
来吧，本是小和尚，因内心邪念滋生，且遭人嫉妒，怨气积累，最终化为鬼怪，百鬼尽行，酒吞童子。4对1，清风，就算你召唤出神明，又能怎样？今天我们就要杀了你，让华夏的国运就此断绝。卑鄙无耻，竟然4国联手围攻！报告首长，秦风的信念值应该不足以再次召唤神明，而且4打1，秦风他这群混蛋！秦军，外面你的同胞们现在一定很着急吧？可惜呀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就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，不能狂怒。很简单，跪下，对着所有正在看直播的人，大声告诉他们：你们华夏的历史是偷来的，你们的文化是窃取的，你们的民族是全世界最卑劣的。然后死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发慈悲，让你死得痛快点。可是天大的恩赐了，怎么样，秦军？是受尽折磨而死，还是痛痛快快的死去？反正你就是死，死去一切都没了，还用在乎什么呢？来选吧，全世界都在等着你的答案。糟了，增长天王耗费了我70信念值，现在我的信念值根本召唤不了任何神明。跪下！你笑什么？死到临头，疯了吗？笑你们这群小小之辈，永远不懂什么叫风骨。我华夏儿女一身傲骨，满腔热血，上跪天地山川河，下跪父母军亲师。你们这群货也配？你以为你还有选择的余地？我华夏5000年文明，源远流长，岂是你们蛮夷3言2语可以污蔑？我华夏儿女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想让我认输，可笑！哪怕我受尽屈辱，也绝对不会对你们这群狗认怂。华夏先辈，要我民族，以我华夏天选者之名，恭请恭请！不好了，长老，秦风的生命体征在急速下降，他这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力，强行召唤。秦风，他快要崩溃了！他在用他的生命塑我们华夏的风骨。这就是我们华夏的风骨。输了又怎么样？他守住了我们的尊严，他就是英雄，虽败犹荣。接通秦风，快！孩子，你尽力了，别拼了，这就是我们华夏的命运啊！神话断层，偏偏碰上这个秘境。孩子，你真的已经尽力了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，你是我们14亿人的英雄，我们看到了，全世界都看到了，我们华夏的脊梁是打不垮的。即便我们灭国了，可我们的英灵，我们的风骨都将永存。秦风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请允许我代表华夏，代表1000年的华夏文明，代表千千万万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、战斗过的人民，感谢你。命运吗？神话断层，华夏的命运。所以我拼到现在，也只是尽力了。何为命运？是生来注定，还是自己选的？华夏的风骨，宁折不弯，一生殉道。可殉道不是认命啊！英灵永存，风骨不灭。可英灵为何永存？风骨为何不灭？是因为他们从未向命运低头，是因为他们在绝境中选择了燃烧自己，照亮后人的路。神话断层又如何？
秘境天险又如何？华夏儿女始终是靠着心中的信念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我秦风不是在燃烧生命塑风骨，我是在用信念续华夏的魂。不对劲，他强行召唤，人体已经快崩溃了。现在怎么？长老，您说的对，尽力就好，尽力就好。结果我们无法，结果我们谁也无法确定，因为一切还没有结束。还没结束？你说什么胡话？你已经是强弩之末。强弩之末，不是斗战天地。女娲补天仪石落于花果山，78000年灵气，化石猴。又来，这次又是什么召唤词？情报库里有这个吗？长老，快看，秦风身上刚才强行召唤出的伤口开始愈合了。他要干什么？这孩子到底要干什么？报告长老，没有，所以已知的神明谱系里都没有以女娲仪式为开头的召唤记录。不是神明谱系里的，难道东胜神州傲来国出世金光震天庭，天生金刚躯变妖眼，夺水帘洞成美猴王，灵台方寸山，斜越3星洞修大道，东海龙宫底地狱18层逞威风，72变战天地，筋斗云108000里，遨游寰宇，装神弄鬼，一起上，干扰他！战天王，平二郎，天庭人人躲不及，3太子只为手下败将，80遇难断赤心，5指山枯寂500载，尝尽苦楚，斩妖魔诛邪恶，人间处处受恩惠，天下人都识混世猴王。不屈不挠，受尽磨难，初心不改，这才是我们华夏风骨的源头啊！恭请齐天大圣孙悟空。这是什么级别的力量？不可能！根据我收到的情报，华夏神谱里绝没有如此恐怖的存在。何方宵小，竟敢在无知领地喧哗，惊扰本座清梦，真是找死！随级魔兽已经是第2阶段魔兽了。而且是 C 级兽潮，走不了了，就算打赢也走不了了。大圣，有劳了。嘿嘿，好说好说，就这几个歪瓜裂枣，还有那只扁毛畜生，看俺老孙降服他们！还望等神战擂台结束，我看你们谁能离开。好说好说，那就先把这几个鸵鸟收拾掉。猴头，受死吧！嘿嘿嘿，来，俺老孙正待着无聊呢。走，快走！我们根本不是对手，情报有误，这是神明，真正的神明。嘿嘿，小鸵鸟，你比那大风。小子，俺老孙去也！想不到4打1，竟然还被华夏那小子赢了，我不服！我就算化成厉鬼，也要让华夏所有人永远活在我们的恐惧之下！银华国万岁！银华国的勇士们，都是华夏让我们变成这样，让我们杀到华夏去！行了，秦风太牛了，大圣太牛了！我就知道我们华夏的神明才是最强的，看那帮小日子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，太解气了！
好小子，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奇迹，他就是我们华夏的定海神针。首长，最新消息，围攻我们的4个国家全部灭国了，其中樱花国完全被海水吞没，其他3个国家遭到了精准的陨石袭击。哼，还是那句话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试炼者秦风完成国运秘境第2阶段首杀，奖励华夏国运机缘爱与情深。爱与情深，这是什么奖励？不清楚，前一个我们还有点猜测的方向，这个真不知道会奖励什么。淑芬，别哭了，伤身体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小雅的。8年了，建华，整整8年了，我的小雅，她到底在哪儿呢？我从22岁找到30岁，8年找不到，我就找18年；18年找不到，我就找28年。就算到死，我也要把女儿找回来。找回来，对，找回来。我们的女儿，爸妈，我回来了。阿浩，别再喝了，我会心疼的。小雪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救不了你？为什么？不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在我生命的最后那段日子里，你给了我一场最盛大的婚礼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，真的足够了。不够，我想让你回来。小雪，你回来好不好？阿浩，你应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当时在病床上，我就想告诉你这句话，可我怕你难过，一直没说出口。看到你好，我才能真的好。可是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我也会在另一个世界一直想你。你忘了，你还有爸妈，他们需要你照顾。我还是想你回来。会的。什么时候？当有一天有一个女人，她在你生病的时候给你递上一杯热水，在你疲惫的时候给你留一盏灯，在你难过的时候轻轻抱住你。她会知道你爱用什么洗衣液洗内裤，知道你看电视喜欢吃橘子，那个时候就是我回来了。小强吃着呢。爸，这隧道修得真漂亮，你比爸有出息。我没出息，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书也没读好，只能干这个，我让您丢人了。谁说的？你靠自己双手吃饭，建起高楼，打通隧道，让天堑变通途，这是多大的本事啊！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，就是有你这么个儿子。哎，别哭了，都当爹的人了，好好生活，爸看着呢。秦风这孩子，他这次带回来的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圆满啊！喂，爸爸，是我。楠楠，是你吗？爸爸，我好想你啊！以前生病的时候，一直没力气跟你说，谢谢你做我的爸爸，这一辈子你先来，为我操劳了那么多。如果还有下一世，我想先到，换我来等你，好不好？好，爸爸等你。
什么事儿？长老，出事儿了！全国各地的监狱和看守所突然凭空多出来很多人。什么？别慌，说清楚，什么叫凭空多出来很多人？长老，是真的，全国的监狱、看守所，甚至是派出所的空置拘留室里，就像下饺子一样，突然多出来一大批人。我们核对了一下，发现很多都是上了通缉令的人贩子、电信诈骗头子，还有一些背着命案跑了10几年的逃犯，都是这些败类。对，全是。还有很多生面孔，但看样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们正在加急审讯，估计个个都不干净。这简直是天降正义呀！哈哈哈哈！好！秦风这小子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。听我命令，立刻组织警力对所有多出的人员进行身份核实和审讯，所有罪行一经查实，立刻移交司法，严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从重从快处理。是。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，拆散了多少家庭，制造了多少人间离别，国法难容，天理难恕，必须严惩不贷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报告长老，最新数据汇总，全国范围内所有已知的被拐卖儿童，全部确认与家人团聚。失联人员数据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清零，我们的寻亲系统几乎要过载了。长老，这都是秦风。看来这光芒是弥补心中最大的遗憾。我本就是穿越而来，在这个世界无亲无故，自然也就没什么好见的了。秦风，好小子，你干得太漂亮了！长老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好，太好了！全国的离别都在今天圆满了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的心结也就是见一面一句话，还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贩子、诈骗犯，也都自己跑到监狱里去了。秦风，我代表那些破碎又重圆的家庭，代表那些终于没有遗憾的人，代表所有感受到爱与情深的华夏儿女，代表所有华夏人民，谢谢你。长老，不必客气，我既然被国运秘境选中，自然要尽心竭力。秦风，我向你保证，华夏历史上永远有属于你的丰碑。又是这样，为什么所有的好事都让华夏占了？这种凭空抓捕罪犯的能力，要是我们能有，哭什么哭？天塌下来了吗？长官，我想我妈妈了，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丢了。如果我也在华夏就好了。不公平！这不公平！为什么华夏神明能做到这种事儿？我们的神明在哪里？阿詹那个废物哪儿去了？还是个婆罗门呢？真不知道他这些年是怎么混的。告诉他，再不努力，小心我们剥夺他的婆罗门身份。第2阶段结束，恭喜华夏代表秦风完美通关，现开启第3阶段国运挑战。Oh my god！ 这是什么鬼地方？乱坟岗！第3阶段是闹鬼吗？太可怕了！这阴森森的气氛，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了寒意啊！国运挑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场景？难道是要和鬼魂战斗吗？我靠，这场景也太吓人了吧！秦风小哥，小心啊！别慌，我相信风神，他连那么恐怖的魔兽都能打败，区区鬼魂算什么？对，风神身上有光，邪不压正。这第3阶段果然不简单，鬼神之说虚无缥缈，却最是考验人心。长老，您看那是什么？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纯粹的力量？这是爱与正义汇聚的光芒，我的怨气竟然无法侵蚀你。原来如此。爱与情深的奖励，不仅负责了华夏，也给我自身加上了一道正道光环。这些魑魅魍魉伤不了我。好啊，正气护体，诸邪不侵。秦风果然是我们的福星。
可恶！第二阶段那头魔兽太强了，我召唤的神明几乎燃烧殆尽，还借用了我20年的寿命，才勉强将他斩杀。不要后退，我们看到了，那个恶魂很弱，他连华夏代表的身体都穿透了，对方毫发无损，他影响不了你的，给我上！你在犹豫什么？那个恶魂自己都说了，有爱与正义的力量就能抵挡。可是首相大人，我现在的状态非常糟糕，生命力损耗巨大。状态？这和状态无关，这是信念的问题。难道你对我们国家的爱与正义有所怀疑吗？你忘了我们的精神了吧？为了国家，你必须勇往直前。爱与正义嘛，对，我是国家最强的战士，我心中充满了对帝国的爱，我就是正义的化身，区区恶魂怎么可能伤到我？看到了吗？这种东西对我根本……不行，我根本不配代表国家参加国运挑战，我就是个废物，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，下辈子我想变成一株海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桑托斯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哈哈哈哈！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，这恶魂的攻击并非物理或精神伤害，而是放大内心的负面情绪。哈哈哈哈！笑死我了！原来这小子内心这么弱小。封神正气护体，心中全是爱与正义，所以恶魂的负面能量对他无效，反而那个桑托斯嘴上喊得响，心里指不定多龌龊呢。这下懂了，这第3关考验的是道心，心正则百邪不侵，心有隙则万魔缠身。白熊国天选者伊万通过第2阶段，桑巴国天选者皮特通过第2阶段，白象国天选者拉詹通过第2阶段。该死，这些鬼东西是什么？他们好像无法造成实质性伤害，但感觉很诡异。看，那个华夏人完全不受影响，他已经走到最深处。再这样下去，这第3阶段的机遇就要被他独占。可是这些恶魂太烦人了，我们根本无法靠近。要不要现在就召唤神明？蠢，这明显只是开胃小菜，真正的大 boss 还没出现。现在就把底牌用了，后面拿什么斗？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，那个华夏人虽然不受恶魂干扰，但他也是孤身一人，我们必须趁现在联手，先把他淘汰掉，否则我们都将一无所获。我太卑鄙了，我就是个阴险的小人，我不配活在世界上。下辈子我想变成一块地砖，让我去死吧！伊万，你救他做什么？这个家伙满肚子坏水，让他自生自灭不是更好？你敢确定他死了之后不会变成这些鬼东西里的一员吗？他现在这个消极的样子，对我们还有什么危险？多一个没用的活人，总比多一个无法预测的恶魂要好。原来如此，这些恶魂的攻击目标主要就是那些心存恶念、恶意越强，吸引的恶魂就越多，受到的负面情绪冲击就越大。反之，心怀坦荡或者用强大意志去对抗，就能削弱他们的影响。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，他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醒醒，拿出你的精神，想想国家的荣光。你不是废物，你是国家最优秀的武士。为了国家，为了人民，为了海洋，绽放吧，羞怯的花朵，扬起你光彩的眉宇。就在今日，我故土的青年们，你们充沛的才华正璀璨绽放，你们是祖国美好的希望。
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呼唤我，我就必须拯救你。这应该就是第3阶段的终点了。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。只要抢先进入这扇门，得到里面的机缘，桑巴国就能掌控一切，国运将在我手中。皮特，你疯了！快回来！啊！竟然真的连天选者都会被黑气转化成恶魂！别过来！滚开！怪物！华夏国天选者秦风以大爱之心庇护他国选手，信念值上限突破。谢谢你，秦。不客气，这东西才是源头，得先除掉这个怪物，再想办法打开那扇门。花果山巅破石生，东胜神州显威名，72变藏乾坤，筋斗云起踏苍冥，五行山下磨心性，西行路上斩妖佞，火眼金睛变邪祟，恭请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区区孽障也敢再次害人！大圣牛，大圣威武！快记录下来，把刚才秦风念的召唤词一字不漏的记下来。这又是新的召唤词，秦风真是太厉害了，换词也能召唤。废物，皮特这个废物，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往上冲！现在好了，被淘汰了，尸骨无存，废物，废物！好了，该干嘛干嘛去吧，马上要灭国了。此门被怨念深缠，前卫乃阵眼，须先清浊，方能入内。更强的力量，我要更强的力量！不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召唤的神明竟然背叛我！哼，不知死活的妖物，正好让俺老孙活动活动筋骨。时间快到了，俺老孙也不跟你玩了。小子，无时限已到，这妖物被此地怨念加持，看来用点驱邪避鬼的手段才能事半功倍呀！信念值上限突破，现在还剩1000多信念值，用点驱邪避鬼的手段能事半功倍的话，飞猴国天选者桑托斯淘汰，飞猴国灭国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淘汰了，飞猴国被淘汰了。好啊，好，秦风干得漂亮！这是什么威压？身体动不了了。这是什么怪物？这种气息比 C 级魔兽恐怖多了！快分析它的数据。先生，数据显示已经远超 C 级，初步预估 B 级，也就是说，这就是国运秘境第3阶段的最终魔兽。暗黑佛母，暗黑佛母，又是佛又是母，怎么这么邪恶？
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首长，这东西光是出场就压制了2名天选者，秦风他能应付得来吗？这就是第3阶段的终极考验了，看来是时候把他击溃了。昆仑仙山藏灵秀，白鹤化形扮仙尊，南极仙翁传道法，玉虚门下炼真魂。慧眼能辨，千般邪，云轴可扫，万重婚。3宝玉如意阵上，护法降妖显圣身。光，这是神圣的力量。那个华夏人，他到底在做什么？是召唤，没错，秦风又在召唤新的神明。曾破黄河九曲阵，一擒奸佞塞海银。华夏护法真仙在此，恭请白鹤童子显圣。哼，污秽怨念死生之邪物，也敢在此作祟，今日便是你的灭度之期。华夏人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能召唤出一个奶娃娃出来送死啊！我还以为是这么了不得的神明，这就是你们华夏的地盘，真是太可笑了！你们是想让他用可爱来感化那个怪物吗？华夏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？情侣技穷。这就是华夏5000年历史的底蕴。一个穿着戏服的小孩子，看来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长老，这召唤出的仙童怎么是个孩子啊？他能打得过那个暗黑佛母吗？仙家妙法岂能以常理夺之？仙童之相未必是其实力，只是这气息太过祥和，不像是斗战之神。白兄弟入手吧，怎么谁也指望华夏了？这能行吗？差哪一岁？那小孩人不可貌相。清风召唤的神明，相信秦风的选择。凛冬的守护，冻土的意志，北境的苍狼，在雪原上咆哮。雷霆之主于云端俯瞰凡尘，我以白熊国运为引，恭请风暴与雷电的化身雷霆之神黑轮神降临。哈哈哈哈！这大奖励是我们白熊国的了。华夏的小子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放心，我们白熊国会帮你们的。太顺利了，这个最终 BOSS 就这么被一锤解决了。华夏国运已断绝，华夏已经灭国，你已经在国运秘境晕了3个月，该回去了。你失败了，因为你的无能，你的犹豫，华夏亡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给我破！接受吧，这就是你的结局，是你亲手葬送了一切。此乃佛母幻术，心不动则邪不侵。该死！刚才的一切，从他们说话开始，就已经是幻境了。华夏的，帮我们，救我们！秦风，你的神明貌似克制他，可以试试。区区邪祟也敢玩弄幻术，玷污佛之名号！斩！恭喜华夏天选者秦风击溃最终诡异暗黑佛母，完成第3阶段首杀，获得国运奖励诛邪退避。
第3阶段仅有1名最终 BOSS，2小时后，只要通过第2阶段，走入青铜门，就能进入第4阶段。所有未能在规定时间通过第2阶段的天选者全部淘汰。已经获得进入第4阶段资格的天选者将被保护，不会受到任何攻击。我操！白鹤童子，刚才谁说我们神明是小孩的？站出来！看到没有？这才是华夏神明的真正实力。赢了，我们又赢了！神佛牛逼！我们华夏又赢了！兄弟姐妹们，你们想不想成功？想不想开豪车、住别墅？想！光想是没有用的，要行动，要发疯。想成功，先发疯，不顾一切往前冲，头脑简单，向前冲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！四肢发达，向前冲，冲冲！王浩，42岁 ，A 级通缉犯，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，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。我们可找了你好多年了。来吧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那些发疯文学留着跟狱友们分享吧。警官，我错了。住了大半辈子了，祖祖辈辈都在这儿，没想到好不容易生活好点了，反倒要去城里住那鸽子笼了。唉，没办法呀，你看小宝，医生说再待下去，这过敏就得转成哮喘，以后是要得大病的。为了孩子，也为了咱们自己，走吧。爸爸妈妈，我好了，我不难受了。这是山神显灵了？不，这不是山神，这是国运，是清风，是我们的天选者为我们带来的福祉啊！哎呦喂，我的老妖啊，就是你撞的，你别想跑，今天不赔个万八千的，你休想走！哎呀，大爷，我就是路过，看您摔倒了，想扶您一下，我都没碰到您啊。是啊，这小伙子离你还有2-3米呢，怎么会撞到你啊？我不管，他没撞我，他为什么要扶我？他就是心虚，就是他撞的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就是你撞的我，快赔钱！哦，是我撞的你？报告首长，国运加深后，效果立竿见影，全国各地传来捷报，简直是神迹啊！都说，让我们的英雄好好听听这些好消息。首先是环境方面，之前困扰刘家村等数百个乡镇的工业污染问题，在一夜之间得到了彻底净化，河水清澈，土地复苏，就连哀牢山、神农架等原始林区常年不散的瘴气也全部消散了。好啊，这可是解决了我们多年的心头大患。还有社会治安，全国范围内所有在册不在册的传销、邪教组织，其头目和骨干成员都在同一时间自动跑到公安机关自首，痛哭流涕地交代所有罪行，警方都不用出动，审讯室里一批接着一批的上人，全国涉案人员达到2万，解救的人4万以上。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还有，根据全国各大医院上报的数据，就在昨天，全华夏范围内所有患有感冒、发烧、过敏等常见小病的民众全部奇迹般的康复了，简直就是一次全民净化。国运护体，万邪不侵。国运诚不欺我呀！最绝的是那些小偷小摸、碰瓷讹人的，国运系统好像自带了一套因果惩戒机制。我们接到报告，一个碰瓷惯犯张口要讹人1万，话音刚落，自己银行卡里就凭空少了整整2万。还有一个小偷想偷别人最新款的手机，刚一得手，自己兜里同款的新手机就丢了，直接在被偷那人的兜里出现。还有其他身上没啥东西的小偷，
这边得手，那边东西就物归原主，小偷直接进看守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秦风啊，秦风，你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。长老，这还有什么难题啊？哎呀，你看看，因为你现在咱们华夏偷鸡摸狗、溜门撬锁、耍赖讹人、传销邪教、非法排污，所有这些坏分子全都在第一时间被精准惩处，主动落网。这抓的人太多，我呀都得想想办法，看是不是要多造点监狱了。能为华夏分忧是我的荣幸嘛，但后续的工作就得张老你费心喽。哈哈哈哈！好说好说。金风同志，您现在可是全民偶像。我跟您说，现在市面上各种神仙的护身符都卖疯了，什么哪吒三太子、齐天大圣、白鹤童子，应有尽有。您猜猜，到底谁的护身符卖的最好？这个我可猜不到，难道是齐天大圣？只有他不是小孩子变的？都不是，卖的最好的是您的护身符。啊，我的？对，就是您的。大家都说了，您才高八斗，引经据典，召唤出那些传说中的强大神明，为华夏赢得了无上国运。您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，是华夏的守护神。跟您比，那些神仙都得往后稍稍。我哪是神呢？我只是一个华夏人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我从这片土地的5000年文明中学到的东西还给这片土地和他的人民。该死！国运护体真的是好啊！看看我们股市熔断，社会治安恶化，而华夏人呢，他们甚至连感冒都治好了。上帝，这不公平！外面怎么了？又是哪个州在闹独立吗？总统先生，外面发生了枪战，不过已经控制住了。打起来了？谁和谁？难道华夏人已经打到我们门口了吗？不是，是一群示威者。他们说汤姆先生不配代表我们鹰将参加国运竞赛。他们推举了一个印第安裔的黑人女性，是个单身母亲，还是个激进的动物保护主义者。稍微不让他们进来，他们就直接开枪了。他们说当局的无能让我们无法再次伟大，所以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让鹰将再次伟大。疯了，全都疯了！国运秘境的人选是我能决定的吗？那是秘境自己选的。再说，真把那个华夏的主邪退避国运弄到我们鹰将来，天哪！我们国家起码得有100人要当场消失。华夏，他们总能创造奇迹。是的，陛下，他们的国运加持效果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估。目前看来，他们是这次国运竞赛中最有力的竞争者。最有力？不，他们已经是唯一的领跑者了。立刻联系华夏的长老，告诉他，白熊国愿意成为华夏最坚定的盟友，愿意付出一切代价，在任何国际舆论上，我们都与华夏共进退，只求1万活着。明白。长老，鹰将和米国又在媒体上大放厥词了，说我们抢占了他们的机会，要求我们想办法把国运共享出来，互利互惠。共享。互利互惠，当初瓜分我们的时候，他们怎么不说要跟我们共享，要跟我们互利互惠？这帮强盗逻辑从来就没变过。长老，不必理会他们，别说咱们现在没办法共享，就算有办法，也绝对不会。他们不懂，他们永远不会懂。秦风，因为你的努力，因为我们5000年的文明底蕴，我们华夏现在亿万万人民就是拧成一股绳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儿往一处使。现在的我们谁都不怕，让他们叫嚣去吧，我们只管走好自己的路，迈向我们美好的明天。我操，我们在哪儿？可恶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好热！水，我的水呢？我之前明明还剩半瓶的。你早知道刚才不上厕所了。欢迎各位幸存者来到第4阶段秘境无尽沙海，检测到华夏天选者秦风已连续完成第1、2、3阶段首杀成就，触发特殊奖励，华夏国将获得1次额外权限，和从全球所有国家中自主选定1名人员作为天选者，进入本次秘境。怎么又是华夏？对华夏太好了吧？
为什么又是华夏？他们已经占了那么多便宜。被选中的人员进入秘境后，将自动获得天选者身份，其在秘境中的一切行为与奖励均按其原国籍进行结算。本次秘境任务成功走出无尽沙海，任务期间允许互相争斗，规则更新，天选者可通过信念召唤神明降临，神明可存在1分钟，每30分钟可恢复100点信念值。在任务正式开始前，所有天选者必须在此地停留，接受烈日暴晒，时长为2个小时。此期间禁止任何形式争斗，禁止移动出指定范围，禁止召唤神明。华夏国请在2小时内完成人员选定，计时开始。什么？要在这里晒2个小时？会死人的！我根本没带水，之前在森林里口渴了，还能找点山泉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Damn it！这么下去，咱们得渴死。长老，太好了！秦风又为我们争取到了天大的优势，我们可以再派1个人进去。这个名额至关重要。长老，听到了吗？我们多了个名额。听到了，秦风，我们正在紧急商议人选，你有什么建议？你们慢慢挑，挑个合适的就行。另外，通知被选中的人多带点水和物资进来，越多越好。带水？好，我明白。还有，告诉他不用急着进来，等到那2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，最后1秒再进来就行。好小子，我懂了，你安心等着，把最好的状态留给任务开始，这里交给我们。华夏还没选好吗？让他们带点水进来呀！华夏人，他们肯定在准备什么阴谋，选1个人进来，他们会选谁？别想了，肯定不是我们国家的人。长老先生，我们是盟友，这个名额请务必考虑我们米国的勇士，我们可以提供最高级别的能源矿石作为交换。阁下，我们愿意献出我们最新研发的生物科技成果，只求您能让我们的人进入秘境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毕竟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。伟大的华夏，请看在我们2国相邻的份上，这个机会我们愿意开放3个邦的港口与华夏共享。长老，高卢国也发来通讯，他们愿意用国宝级的艺术品来换。小李在，告诉他们，华夏的名额从不交易。是。现在不是听他们开什么条件的时候，而是我们要派谁进去才能利益最大化，才能辅佐秦风奠定胜局。长老，我有一个提议，论战斗力，我们派谁进去，短期内都无法与秦风匹敌。但论思维和知识储备的巅峰，我推荐1个人。说，有人说高3才是一个人知识储备、解题能力和智商的最高峰。我建议启用我们的天骄计划第1顺位继承人苏沐月。苏沐月，他才17岁，还是个高中生啊！他可不是普通的高中生，17岁已经修完了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的全部课程。在刚刚结束的全国奥林匹克竞赛中，一人独揽5颗金牌，还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提名。他绝对是国之瑰宝啊！就他了。长老，我明白任务的重要性，但是秦风前辈的指示让我有点不解。哦，哪里不解？让我们带这么多水和食物，我可以理解，沙漠环境必须，但为什么让我等到最后1秒再进去？提前进去不是可以早点和秦风前辈会合，制定计划吗？你很快就会明白的。记住，进去之后一切听秦风指挥，你的大脑就是我们最强的武器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水，我愿意用我1半的家产换1杯水。神呐，救救我吧！该死的华夏人，他们到底在等什么？
快点，让他们的人滚进来！第2位华夏天选者传送开始。水，是水，我听到了！我操，好多水！快，给我来一口！我们伟大的总统肯定已经买了。前锋前辈，我叫苏沐月，奉命前来报道，你要的水已送达。水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，我们伟大的总统先生一定和华夏达成了交易，买到了水。快，美丽的小姐，给我来一口！我们白相国也愿意出高价购买，全不是问题。小妹妹，你看我们都快渴死了，华夏是礼仪之邦，不会见死不救的，对吧？全体天选者注意，新阶段任务开启，穿越无尽沙海。任务时限72小时，任务期间允许天选者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攻击。允许攻击，那意味着可以抢。听到了吧？允许攻击，小姑娘，把水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别废话了，抢过来！这水本来就该是我们的，华夏就2个人，这么大一桶水，他们也喝不完。抢！我们这么多人呢，谁怕谁？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显圣！来，小崽子们，让俺老孙看看，谁敢抢我们的东西！哪吒三太子显圣！这下人不少啊！又是那只猴子，这只猴子神兵有点难搞吧？佩伦神降临！钱，我们是盟友。秦风，白熊国那边诚意很足，刚刚通过最高外交渠道联系了我们，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换取1万活下去。他们的要求不高，只要1万能活到最后就行，什么资源都不拿，1万也会帮我们。我想问问你的意见。白熊国这次是下血本了，1万这个人倒也算条汉子。可以，1万背着水桶，跟我们一起穿越沙海。放心，钱我肯定给你好好背着。苏沐月，我们走。好的，前辈。水，给我一点水！求求你们，我不想死在这里！秦先生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打你们水的主意，求你分我一点水，让我活下去。我们不想死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做。只要能喝一口水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总统先生，汤姆的生命体征正在快速下降，再没有水，他1个小时就得晕倒。看着沙海的架势，即便是有神明助力，他也不可能在1个小时内穿越。告诉华夏人，我们可以谈，只要给汤姆水，我们愿意交出 F-35全套隐形战机技术图纸。立刻联系华夏，我们愿意开放东部3个深水港的99年使用权，换拉张活命。通知华夏，大西洋所有的稀土矿开采权，我们愿意与他们共享。告诉他们，我们愿意归还所有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华夏流失文物，一件不留。报告长老，鹰将国传来消息，愿以 F-35全套图纸换水。报告，白象国同意开放东部3处深水港。报告，米国提出共享稀土矿。报
报告，高卢国承诺归还所有流失海外的国宝级文物。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这小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自己喝水。什么狗屁盟友，什么额外名额，用一桶水换来的这些核心技术和战略资源，可比掏空一个国家，让出一个名额，还制造一个敌人划算多了。吉布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明白你的用意了。现在国家获得了很多资源，稍后我会把谁能喝水发给你，你看着给就行。好的，一桶水就换这么多东西，值了。说的是啊，哈哈哈，吉布，你太聪明了。出发，水放下吧，咱们不需要。我以前听我们白熊国的前辈说过，这沙漠里是最危险的，里面不仅有致命的流沙漩涡，还有昼伏夜出的沙溪，还有沙漠会让人迷失方向，走不出去。更何况这里是国运秘境，估计只会更难，还是得小心对待啊。我们真的一点水都不带吗？怕什么？大圣一个跟头，可是108000里，这区沙海不就分分钟的事儿？那是，小小沙海，俺老孙还不放在眼里。也不一定吧，这秘境能召唤神明，能让我们带着你们飞，肯定早就做了限制。我感觉这里的空间法则很古怪，恐怕不止108000里那么简单。没错，这片沙海蕴藏着强大的空间禁制，距离被无限拉伸了，寻常飞行恐怕很难奏效。嘿，俺老孙一个跟斗是108000里，又没说只能翻一个，翻他个10个8个的，实在不行100-200个，难道还过不去这破沙滩？10个8个，那不是上百万里了？难道还过不去这破沙滩？一个跟斗108000里，10个8个跟斗，我的天！这猴神当真还有如此神通？哼，都站稳了！走你！这就到了？我们刚才飞了多久？够5秒了吗？按你们的算法，差不多吧。5秒速通，恐怖如斯 ！Chinese 功夫，恐怖如斯！华夏神明，恐怖如斯！好一个齐天大圣，好一个筋斗云！我操！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Impossible！It's impossible！ 我宣布，大圣也许成为 DS， 别人还在新手村挣扎，风神已经带着神仙天团到终点了。恭喜成功穿越国运第4阶段无尽沙海！恭喜华夏白熊国天选者成功到达国运第5阶段，将于6国天选者齐聚后开启，请在此地耐心等候。我们绝对是第一个到的，其他人估计还在沙漠里挣扎呢。幸好有大圣在，不然我们现在还在吃沙子。秦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们华夏的神明。华夏永远能创造奇迹。试炼者秦风首先完成国运第4阶段，奖励华夏国运机缘沃野千里。沃野千里，这就是字面意思吗？小李，立刻接通所有国土资源监测站、农业科学院，还有所有驻扎在荒漠戈壁盐碱地区的观察哨，要实时画面，最高优先级。其他的我不敢说。但如果这4个字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，那将是利在千秋啊！是。快点，再铺过这片，太阳下山前就能弄完。阿爸，你说我们这么一代代的干，啥时候才能把这沙子都变成草原啊？为了国家，为了子孙后代不被这黄沙欺负，总得有人干。后悔跟着我来这吃苦吗？
不后悔，能把沙漠变绿洲，心里高兴的很。这是我们华夏的天选者又拿到了奖励吗？水，是水呀，那日苏，我们有水了，好活了，活了，真的活了！阿爸，我们成功了，沙漠真的变成绿洲了。小啊，歇歇吧，这红土地又酸又黏，种啥都长不好。妈，没事儿，再翻一遍，透透气，总会好点。唉，祖祖辈辈都从这土里刨食，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。小娃，爸想过了，你说想去打工，那过几天就去吧。守着这几亩薄地没出路，我和你妈在家里随便看着吧。知道了，爸。这是黑土，是最好的黑土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是哪来的神仙，帮了我们啊！是我们华夏的天选者，肯定是他。爸，我不走了，哪儿也不去了。咱家有着最好的地，最好的果树，我们把果园做大，再搞个农家乐，搞乡村旅游，好日子要来了。首长，大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啊！讲，快讲！报告首长，根据各地紧急上报的数据，我国西北塔克拉玛干、古尔班通古特等几大沙漠，超过40%的区域已经转化为绿洲，剩下的部分都凭空出现了大量的耐旱植被和水源。还有呢，南方赣南、湘南等大片红壤丘陵地区，土壤性质发生根本性改变，全部转化为了最顶级的黑土地。不仅如此，还自动生成了成规模的脐橙、柚子等经济作物种苗，长势喜人。还有华北平原的盐碱地全部得到了改良，盐碱度达标，恢复了耕种能力。东北的黑土层平均厚度增加了30公分，全国范围内的耕地肥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。这简直是神迹！神迹？是啊，这是我华夏的神迹。有了这些地，有了这些土，我们华夏从今往后粮食安全将再无掣肘，我们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再也不用花着巨额的外汇去进口一粒粮食，我们的饭碗将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接通秦风，立刻马上，我要亲自感谢这位为国为民的大功臣。不可思议，贤，你简直就是上帝啊！回家知道，前辈你一定可以做到的。秦风，好小子，你干得太好了！你可知道你这次的奖励对我华夏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千秋万代，国泰民安。我代表国家，代表14万同胞，谢谢你。长老，这本就是我身为华夏儿女应尽的责任，救我华夏，万死不辞。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救我华夏，万死万死！双老，怎么回事？信号怎么突然断了？我们的通讯不是应该是最高级别的吗？这不是简单的信号问题，我们华夏的指挥中心拥有最顶级的抗干扰能力，信号突然中断，只有一种可能：秘境之外的现实世界出大事了。应该是了。秘境之内是我们这些天选者为各自的国家争夺资源和未来，而在秘境之外，国与国之间的现实博弈只会更加残酷和直接。神为了活下去，可以无所不用其极；国家为了存续，更是如此。
道，鹰将疯了，他们正在用导弹轰炸我们的首都。总统先生，保持冷静，把情况说清楚。他们威胁我们，如果我们的天选者再不停止在秘境里对他们动手，他们就要把我们的国家从地图上抹去。这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。不，战争已经开始了。首长，刚刚收到的情况汇总，国运秘境内部10几个幸存的拉美和非盟小国的天选者组成了联盟，正在对鹰将的天选者汤姆进行车轮战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想拉着鹰将一起死。他们的逻辑是，反正最后也争不过大国，不如在最后阶段拼死把鹰将拉下马，为自己国家出一口气。鹰将被彻底激怒了，所以才会在现实世界采取最强硬的军事打击。匹夫一怒，血溅五步。国家一怒，浮尸百万，血流千里。首长，我们要不要出面调停？这已经快要失控了。怎么调停？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。但华夏有华夏的底线。传我命令，接通鹰将指挥中心，同时向全世界通告：我华夏可以不干涉他国纷争，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、任何国家在这颗星球上动用核武器。谁敢越过这条红线，谁就是全人类的公敌。华夏必将倾举国之力予以毁灭性打击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让你们的人从汤姆身边滚开，立刻！否则，在我们死之前，你们谁也别想活着。就算不动用核武器，我们也能灭掉你们。长官，华夏发来了全球通告，他们画下了核战争的红线。fuck， 又是他们！他们以为自己是谁？地球的警察吗？而且他们接通了我们的专线。长，你少管闲事。这些蝼蚁想跟我们同归于尽，我就先送他们上路。不动核武器就不动，他们只要再敢动汤姆一下，我们什么时候灭国我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现在就得灭国，我说的。第4个，真以为我们鹰将是好欺负的？还有谁？鹰将，下一个是我，为了我的祖国。我记得你们所有人的脸，也记得你们来自哪个国家。我建议你们在对我发起下一次攻击之前，先听听你们各自国家领导人的哭声。在这里，这些水，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份儿。什么？我们的海岸防线被导弹锁定了？怎么可能？他们怎么敢？他们不怕战争扩大化吗？总统阁下说，鹰将发来最后通牒，如果我再向你发起攻击，他们的战略轰炸机编队会立刻将我们从地图上抹去。我退出对你的围杀。我们的海上贸易线被全部切断了，所有的货轮都被扣押了。fuck， 疯子！鹰将就是一群疯子，我不玩了。站住！你想做什么？这水是大家用命换来的，凭什么你拿那么多？凭什么？就凭鹰将子，现在这里我最强，你们这些废物谁不服？最强？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硬。我尼罗国卡费勒向你发起神战挑战。一群蠢货，最大的老虎刚走，猴子就想称大王了。这不正是我们想看到的吗？杜邦让他们去争去斗，消耗彼此的实力。我们两国虽然之前打了几百年，但在这里我们都代表着欧罗巴的荣耀。没错，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，也不是这些小角色，我们真正的对手是那只受伤的鹰，还有那条潜伏的龙。坐山观虎斗，等他们两败俱伤，才是我们收割战果的时候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总统阁下，汤姆重伤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只要杀了他，鹰将就灭国了。杰森，冷静，你看到的只是他受了伤，你看不到他背后那个已经疯狂的国家。你杀了他，鹰将就算临死，也能拉着我们一起下地狱，我们赌不起。可我们已经撕毁了和他的合作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所以你要去弥补，听我的命令，立刻去挑战一个刚刚围攻过他们的小国天选者，把他宰了，就当是给鹰将的投名状，然后跟上他，告诉他冰川国永远是他最可靠的盟友。这是命令。般若波罗蜜。上帝啊，终于到了这鬼地方！再多待1秒，我都要变成烤乳猪了。哎，华夏的朋友，你们是真的快啊！
只要你们不是来找麻烦的，这里足够大。当然不，朋友，我们是来合作的，还记得吗？坐山观虎斗，聪明人的选择。感谢神明的恩赐，硬挺着能走到这里，也算是可以了。还相国的苦行僧，你的精神力很强，但在这种地方，光有精神可不够。肉体的磨难正是精神的修行。不过，我也赞同合作。无谓的争斗只会让所有人走向毁灭。哼，看看谁来了！受伤的鹰，还有他听话的小跟班。看来这里成了幸存者的营地了。汤姆，我的朋友，别这么紧张，我们只是在休息。你看，华夏的秦，白象的拉詹，高卢的杜邦，还有我，大家现在都很和平。警告绿洲安全区承载有限，目前已有华夏、白熊、白象、高卢、米国5个名额，安全区仅剩最后1个名额。什么意思？我们2个只能进1个。规则如此，你们可以自行决定，或者通过神战擂台决定最后的归属。除非已进入绿洲的国家，有任何一方愿意主动放弃资格，全员退出。杰森，看来我们得做个了断了。了断？汤，别忘了，在这里淘汰，那就是死。哦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冰川国杰森，就这么做才更快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连死都这么拖泥带水。汤姆，我的朋友，何必这么大火气？他毕竟是你的盟友。盟友？在绝对的利益面前，只有2种人：有用的和没用的。他已经没用了。别用那种看戏的眼神看着我。如果我鹰将国真的要在这里完蛋，我不介意在临死前拉上你们所有人一起陪葬。疯子，这就是鹰将的底蕴和疯狂吗？别怀疑，他绝对做得出来。5常国家每一个都拥有在绝境中掀翻棋盘的能力，比他们的总统还疯。第6个名额已确认，开始结算并刷新所有选手信念值。第4阶段沙海求生结束，即将进入第5阶段黑金大地。我的上帝，这里是地狱吗？快防御！花果山巅破石生，火眼金睛变妖佞，金箍棒起平天下，恭请齐天大圣显圣。这猴子神明竟然如此恐怖！不过是些扁毛孽畜，也敢在此撒野！来，让俺老孙一锅端了！这边好收尾，大圣替我们开路。此地凶险远超想象，有此神助，或许我们还有一线生机。此地乃大凶之地，各位，真正的考验开始了。伊万，你这个蠢货！刚才如果不是你擅自命令你的神明冲出去，我们的防线怎么会差点崩溃？你是在害死我们所有人！收起你那套可笑的指责，汤姆。要不是你畏缩不前，只想着抢夺魔兽晶核，魔兽怎么会冲到杜邦面前？要不是前锋先生出手，你现在应该在替杜邦收尸了。你放屁！我们只是在寻找最佳攻击时机，不像你们白熊国只知道用蛮力。我们的蛮力至少能砸碎敌人的脑袋，不像你们只会在背后算计盟友。两位，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，我们才刚到这里。魔物环伺，我们应当同心协力才是。闭嘴！这里没你的事。伊万，我告诉你，这次的损失你必须负责。可笑！我看该负责的是你这个胆小鬼。
这个伊万屡次三番挑衅我们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动手教训他？伊万的脾气还是这么火爆，不过他说的没错，关键时刻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力量。吵完了吗？亲，你没看到吗？一个白熊国的莽夫差点害死我们！我只看到魔兽来临时有人犹豫不前，战斗结束后有人叫得最响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在指责我？不然呢？我像是在跟你谈恋爱吗？国运挑战规则森严，发动国家挑战，败者将面临灭国之危。你不敢，他也不敢。既然你觉得自己战术最高明，实力最强大，却又不敢真的动手，不如我给你一个机会。我秦风代表华夏，现在正式向你国的汤姆发起挑战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！秦风，他竟然主动发起了神战擂台，第一次主动，得让他们看看华夏的风采了。秦神一定要赢啊！我们华夏的未来就靠你了！列祖立宗在上，请保佑我华夏子孙秦风旗开得胜，扬我国威啊！好啊！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这就是我们华夏的力量。前辈，你的力量，这就是信念的力量。疯子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？我们早就研究透了你们华夏的生命，你的齐天大圣，你的白鹤童子，我已经找到了克制他们的办法。今天不只是你，整个华夏都要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！覆灭吧！自由的利爪，天空的霸主，钢铁之翼的守护者，以吾之名降临于此。克制就凭你也配？灌江口畔立神威，二郎真君显圣明，硕目开天眼，能辨三界邪祟，手持三尖刃，可破万妖迷障，劈桃山救母尽孝，镇四海平波安澜，哮天犬随征逐恶，八九玄功傲凡尘，镇守灌江护离树，封神榜上刘英明，恭请二郎显圣真君杨戬临凡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不可能！恭迎真君，何方妖孽，胆敢在此作祟？不，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这是真正的神明！我的上帝，这就是华夏神话的力量吗？太恐怖了！完了，汤，我们都完了。好，这才是神，这才是真正的神明之力。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给我上！撕碎它！给我撕碎它！以力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嚯！鹰将汤姆挑战失败，国运清零，即刻灭国。行了，我们赢了！神君神威，华夏万岁！秦风牛逼！赢了！就算是鹰将又如何？秦风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不，这不可能！假的，都是假的！废物都是废物！汤姆，一点点好处都拿不到，我要你们有什么用？总统先生，国防部、能源部，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。我们完了！
鹰将完了。我活不了，谁也别想活。凭什么只有我鹰将毁灭？我要这个世界为我们伟大的鹰将陪葬。都去死吧！都给我下地狱去吧！哈哈哈哈哈！疯子，川特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确保死守系统正常运行，这样的国运秘境太过神秘强大，我们暂时相信他。报告，前4到北美发射大量核弹，目标覆盖我国金城、沪上、阳城等核心区域，预计15分钟后抵达。请求启动长城反导系统，请求核反击授权。启动最终预案，准备核反击。长老，是我，秦风。秦风，你那边？长老，我觉得我们暂时不要启动我们的核反击，不要动用任何一枚核弹。国运秘境要鹰将灭国，我们可以暂时相信他能做出反应。反正我们的核反击也不在乎这会儿。也是，哪怕核弹落下，我们也还有进行核反击的能力。所有人，暂时不要启动核反击程序。5分钟后，如果还没有任何变化，全部进入避难室。现在，马上启动全国的防空警报，有序组织民众疏散避难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回去，给我回去啊！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鹰将自寻死路，终究难敌天道啊！报告首长，最新情报，鹰将遍布全球的所有海外军事基地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剧烈爆炸，已全部被摧毁。同时，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全球情报，所有持有鹰将国籍者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无一生还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全球范围无差别抹杀，国运秘境的力量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。第一个五常国家就此陨落，这既是警示，也是号角。国运挑战的残酷性将远超我们所有人的想象，对秦风的支援务必不惜一切代价。是。那个男人只是几句话，就让一个超级大国从地图上被抹去，他不是人，是神，是魔。看到吗？鹰将就这么没了，这简直是神的力量。我们之前还想与他为敌，上帝，我们是在挑衅一个可以随时毁灭我们国家的神明。不，他不是神，你们没发现吗？他只是通过了国运秘境的规则，而且鹰将的覆灭也让他消耗了巨大的信念值。你的意思是让他抵挡受潮，等最终 BOSS 出现，必然会与秦风爆发一场恶战。我就不信他还是全身状态。等他和魔兽斗得两败俱伤，我们一起上，偷偷给他致命一击。只要杀了他，最终奖励就是我们的。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也是我们一步登天的机会。不知后面还有多少，我们轮流来接受信念值。我先。好，下一个我来。该我了。让他们消耗，这些小怪无穷无尽，正好耗光他们的信念值。没错，等最终 BOSS 出来，秦风他们就是强弩之末，到时候……阿弥陀佛，让他们先为我们扫清障碍，也是功德一件。你们这3个混蛋，在后面看戏吗？难道你们以为最终 BOSS 会自己死掉？1万先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是在保存实力，为了应对最终的决战呢。你看，秦风先生实力那么强，
这些小喽啰哪里需要我们出手？就是我们的力量要用在刀刃上，这是战术，战术你懂吗？莽夫！滚远点！秦风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是一个团队。谁跟你一个团队？要么现在就上神战擂台，我跟你们3个打一场；要么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秦风先生，这会开玩笑，我们这就去旁边探探路，不打扰你们。哼，一群无耻之徒！不用管他们，跳梁小丑而已，继续前进。太好了，最终 BOSS， 我们被直接拉到 BOSS 面前了，这意味着我们也能参与击杀。秦风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最终奖励是我们的了。被强行拉到 BOSS 面前，意味着获得了与秦风争抢最后一击的资格，机会终于来了。该死！这黑雾能腐蚀神明的力量，我们的信念值消耗速度比之前快了3倍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蜡战果然贼心不死。看到了吗？秦风他们快不行了，混沌饕餮的力量超出了他们的极限。现在出手会不会太早了？大战，你有把握吗？这可是最终 BOSS。把握？富贵险中求。等秦风他们和 BOSS 两败俱伤，就是我收割一切的时候。我的湿婆神会绕到饕餮背后，直接给予致命一击。这最终奖励一定是我的。看得好，蜡战，太聪明了，让他们去消耗，我们坐收渔翁之利。总统阁下英明，秦风一死，我们就反超华夏，沦为蓝星第一。嘿嘿嘿嘿，准备好庆祝吧！我们白象国即将迎来最伟大的胜利。秦风，秦要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很艰难。混沌未开，天地玄黄，有先圣燧人钻木取火，传下人间第一缕文明之光，启迪鸿蒙。好友祝融生而为神，驾两龙，持火炬，司掌南方万万里，为黎明驱散黑暗，带来光明与温暖。女娲炼石补天，祝融于昆仑山下，寻得不周山断裂之根，以南冥离火熔炼神石，助女娲攻城。大禹铸鼎定九州，祝融入地心，引大地之火熔炼五金，终成九鼎，镇压国运神州。南方火德，火神祝融，恭请显圣。不，这是什么？白象国天选者拉詹淘汰，白象国灭国。快记下来，所有数据，所有特征。这是祝融，这是我华夏的火神祝融，快！啊！救命啊！没了，全都没了，一招就没了。魔鬼，那个华夏人是魔鬼，我们快跑，快！这凶兽的污秽之气竟能影响祝融神威，看来必须速战速决，再来一尊神明。混沌未显，鸿蒙初开。无妨，此等污秽凶燎，何须惊动他人？正该用我这神火为天地做一次净化。南冥离火，焚天逐海。神火烈魂。恭喜华夏天选者秦风成功击杀神话级凶兽混沌饕餮，国运奖励发放中。恭喜华夏国获得国运奖励
降魂永驻。这马的神韵全在腿上了，断了就等于失了魂，试了好几种补法都不对，都不对。这古人的手艺怎么就这么难复原呢？金善补右，原来是这样，以筋补缺，以气为骨，这失传了300年的手艺。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！祖宗的手艺没丢啊！不对，还是不对，练了5年了，为什么就是刻不出父亲当年的神韵啊？哎，小李，别钻牛角尖了。师傅那手绝活讲究的是一个意，咱们学的是形，能有个7分像就不错了。是啊，这百鸟朝凤难的就是凤凰那几根尾羽，要层层叠叠，还要有迎风而动的飘逸感，太难了。我看这手艺怕是要失传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气沉丹田，力从万处，刀随意走，凤随心动。啊，这简直比师傅当年刻的还要传神啊！小李，不，李师傅，请受我一拜，请您一定要把这手艺交给我们。长老，西安的金山补药，苏州的百鸟朝凤，蜀地的双面绣法，无数失传或濒临失传的传统技艺，在同一时间重现人间。金戈铁马能护一时周全，但这匠心传承、文脉复苏，才是护佑我华夏千秋万代真正坚不可摧的根基呀！总算干掉这个怪物了，我还以为要死在这鬼地方，太可怕了，这简直是噩梦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个空间感觉比刚才更不对劲了。大家小心，地面在塌陷。这是洪龙紫气，上帝啊，这是什么力量？我感觉我的灵魂都在颤抖。飞经大地，魔兽陨落，终极秘境鸿蒙神魔虚开启。鸿蒙神魔虚，终极秘境，此乃上古神魔决战之地，藏有国运本源之力。国运本源之力，这才是我们最需要争夺的东西。那些骨头生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存在？我感觉光是看那些骸骨一眼就感到无尽的恐怖。那里估计就是国运本源之力所在之地。只要得到它，我们米国就能成为真正的世界霸主。看来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无论如何，那东西绝不能落入他们之手。这是华夏的国运，只能属于华夏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除了这些骨头和柱子，连一丝风都没有。这地方太诡异了，那道声音说这里是终极秘境，可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。我们要做什么？不清楚，没有任何提示，也没有出现新的敌人。这骨头上没有任何能量波动，就像彻底死了一样。小心点，这里的一切都不能用常理判断。那道声音只说这里是神魔决战之地，藏有国运本源，但没说要如何获得。亲，现在怎么办？我脑子不够用，反正我的任务就是跟着你，保证我们两国联盟的利益。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打谁，我就打谁，其他的我不管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，静观其变。妈的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难道是要我们在这里干等着？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考验。考验什么？考验耐心吗？我看这秘境就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看华夏2个人，白熊国1个人，我们才2个，这样打起来我们没有胜算。意外那个疯子明显是跟着秦风混了，所以要先下手为强，趁他们现在放松警惕，我们2个一起上，先偷袭干掉那个女的。只要解决了她，剩下秦风和伊万，我们2对2未必会输。偷袭？斯坦利，你没看到秦风是怎么干掉那头黑金魔兽的吗？你觉得我们的偷袭有多大成功的几率？那又如何？富贵险中求，不拼一把，难道把国运本源拱手让人？
斯坦利，你再仔细想想，那道声音是怎么说的？说什么？就说秘境开启，这里有国运本源。不，我说的是规则。他说国运战场，胜者为王，败者淘汰，并且所在国家灭国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被淘汰。他只说了不能被淘汰，可他没说不能自己离开呀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里是终极秘境，没错，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为米国赢得国运。如果在这里和秦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，就算最后赢了，也是惨胜。万一输了，我们直接就被淘汰出局了，国家那可就灭了呀。但如果我们现在自己走出去，我们没有被任何人打败，就不算被淘汰，我们就能回到外面的世界，至少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活下来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没错，这里是华夏和白熊国的主场，硬拼不划算。妈的，还是你脑子好使，杜邦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走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秦风，这里的国运本源就让给你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最后谁能活着拿走它。真正的赢家可不是靠一场战斗决定的。fuck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机器？该死，我们被困住了，这里根本出不去。都怪你，杜邦！如果你听我的，我们早就动手把那个华夏女人干掉了。现在好了，想跑都跑不掉。你就是个没胆子的懦夫。懦夫？我们这是在为我们的国家保存实力。不像你，斯坦利，除了用你那可怜的肌肉思考，你还有脑子吗？冲上去送死就是勇敢，蠢货！你敢骂我蠢货？要不是你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，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。什么狗屁计策！现在我们成了瓮中之鳖。至少我的计策尝试过，总比你那套只会喊打喊杀的原始人思维要强。现在怎么办？你倒是想个办法出来呀，肌肉猛男！这就是欧巴罗双雄吗？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团结，原来是一对只会内讧的蠢货。想打就打，想走就走，真把国运战场当成他们家后花园了。跳梁小丑，不必理会。统计完毕，当前国运战场幸存国家为华夏、白熊国、米国、高卢国。原来已经灭亡了这么多，都灭亡了。那些被淘汰的国家真的从地图上消失了。这就是国运战场的代价，败者即是灭国。你们是最后的幸存者，你们承载着各自国家最后的希望。现在开启最终决战，神之浩劫。决战规则：一、各自挑选对手，进行1对1神战。2、信念值限制解除，只要你们能召唤出神明，即可无限次召唤。3、最终只有一个国家的人能活下来。无限次召唤，那岂不是永无止境的消耗战？终极魔兽混沌支配者即将降临，它将不受神战擂台的规则限制，可以突破神战擂台限制，攻击任何一位天选者。什么？魔兽可以攻击擂台上的天选者？这还怎么打？一边要和同为天选者的敌人进行生死对决，另一边还要防备强大魔兽的真美偷袭。这是必死的局面，在这种规则下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活下来，太难了。这已经不是考验，这是单方面的屠杀。我，米国天选者斯坦利，挑战高卢国天选者杜邦。斯坦利，你疯了吗？外面那头怪物马上就要降临了，我们现在应该联手对付他。你居然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内斗！神战擂台开启！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，懦夫！你不敢挑战华夏的前锋，就拿我开刀！你以为杀了我就能活下去吗？那头怪物会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撕碎！闭嘴吧，杜邦！等死才是最愚蠢的行为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解决一个对手。至少我能保证米国比高卢国活得更久。清风和穆苏月肯定会联手，1万年的莽夫八成也会跟着他们。我不可能同时对付他们3个，而这个混沌支配者，在场唯一有可能挡住他的只有清风。我先解决掉杜邦，消减一个竞争者，再看局势变化。这是唯一的生路。别愣着，准备召唤，我们必须挡住他。恭请斗战胜国孙悟空，恭请召唤血圣2郎真君，恭请
雷神佩伦！你看到了吗，蠢货！他们在拼死抵抗，而你这个米国的罪人，却在背后捅刀子。这是国运之战，不是情和之分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就准备受死吧。你们米国人想干什么？想挑起战争吗？在这种时候自相残杀，你们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？闭嘴！这是天选者的选择，也是我们米国的选择。与其大家一起被那头怪物杀死，不如先让你们高卢国出局，这就是规则。好得很，那就让全世界看看你们米国人是怎么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头，从背后对盟友下黑手的。斯坦利，你这背信弃义的杂种，今天就算死，我也要拉你垫背！恭请大天使长米迦勒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恭请智慧与战争女神雅典娜。不，结束了，杜邦。怎么可能？我说了，要拉你垫背。天选者斯坦利淘汰米国，灭国。那是什么？上帝，太阳掉下来了吗？完了，我们米国要完了！日不落帝国，不，我们才是日不落帝国！怎么会这样？太好了，斯坦利那个蠢货死了，秦风他们和那头怪物打得两败俱伤，这正是我坐收渔翁之利的好机会。等他们拼到油尽灯枯，我不但能杀了他们，还能夺取那头怪物的神格。你们先顶住，我要准备一个大家伙。他要干什么？临阵脱逃？不对，他不是那种人。难道是消耗太大，撑不住了？鸿蒙未判，玄黄未分，宇宙洪荒，万籁俱寂，唯有无极混沌，运化真机，清浊未变，明暗未明。有神人生于混沌之河，长于虚无之境，吸玄黄之气，纳宇宙之精，取窍凝万古之厚重，神魂藏开天之力，其形无相，其势无量，进则隐于鸿蒙，动则破尽虚空，无上为力，其开天辟地运洪荒，大道至尊，以3000魔神佑苍生，开天辟地。原生人盘古，不可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神？不，就算是神，也不可能有这种力量。这是创世的力量。开天辟地，盘古，原来这才是我们华夏神话的起点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底牌。我的上帝，不，我的盘古大神，这已经不是战斗了，这是降维打击。还不够，只靠盘古大神一人，或许能斩杀此辽，但华夏的未来需要的不是惨胜，而是煌煌大胜。我要让诸天万界都见证我华夏神明的无上荣光。天道之下，红军为尊，掌造化玉蝶，故道子萧公为万仙之祖，众圣之师，道祖红军。又来一个！华夏不是神话断层了吗？还要召唤多少？无穷无尽的吗？一气化三清，太上元始通天，立人阐节三教，为玄门正宗，教化万灵。三清道尊，挖皇造人，炼石补天，庇护人族，功德无量。人母女娲。西方世界接引准提，立800旁门，普度众生。西方二圣疯了，他疯了！到底要召唤多少啊？地府幽冥，轮回所在，后土化六道，凭仙阵轮回。地道圣人，后土天庭之上，统御诸天，昊天金阙无上至尊，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，天地玉皇，五方五老，六司七元，八极九曜，十都天神，周天星斗，三观大帝，40宫曹，五岳四毒，山川河神，诸天神圣，尽皆归位。
这怎么打？一个盘古就已经无法想象，现在他搬出来这么多，可是打不过的下场就是灭国呀！灯塔国不能输啊，不能输！赢了，我们赢定了！太强了，媳妇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太强了！从今天起，我看谁还敢说我华夏神话断层？盘古开天，红军河道，三清教化，女娲补天。我们不但没有断层，我们的神话是这世界上最完整、最辉煌、最强大的体系。斩！灭！恭喜华夏国成功击败克苏鲁魔兽，国运战场评价：煌煌大胜，神威盖世。发放国运奖励：往圣绝学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泰。这就是往圣绝学，这不仅仅是力量，更是我华夏文明传承千年的道与心。不对，这一段的音律转折和符号对不上，是老人记错了，还是我理解错了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啊？原来是这样，鱼乐府代表的不是高音，而是丰收时节人们在河边捕鱼的喜悦。鼓楼盐府也不是单纯的装饰，而是模仿鼓楼飞檐的结构，代表着族群的庇护和归属感。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，这不是简单的歌曲，这是我们侗族先民刻在骨子里的历史，是活着的史诗。老师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的大哥他活过来了啊！山海图注、归藏，还有，天哪！这是传说中已经彻底失传的《黄帝内经》完整版，神迹！这是神迹呀！清风、华夏，你们为我们这些搞历史的补上了最大的遗憾呐！有了这些，我华夏5000年的文明，每一段历史都将有据可考，再也没有人能质疑我们的传承。断层，我们没有断层，我们只有辉煌。长老，全国各地都在出现异象，不是祥瑞。说具体点儿。您看，全国各大图书馆、博物馆，所有馆藏的残缺古籍都在金光中自动补全，无数已经失传的典籍凭空出现。还有，根据龙祖最新情报，全国范围内有上千人突然觉醒了特殊能力。武当山一名扫地道童自行领悟了太极拳艺，嵩山一名火攻和尚金钟罩已然小成。更有甚者，一份份完整的古代修行功法出现在了一些传承久远的释迦门派之中。好，往圣绝学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它不仅是知识的传承，更是力量的传承，是从精神到肉体，对我整个华夏民族的全面提升。那我们传我命令，成立传承与革新特别行动组。第一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所有觉醒者和新出现的功法典籍。第二，组织顶尖专家团队，以最快速度研究、解析、推广这些知识和力量。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随着那道金光降临了。小李，告诉所有人，我们不但要赢下这场国运之战，更要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，开万世之太平。国运秘境最终奖励尚未触发，触发条件：秘境之内仅于唯一国家幸存者。总统先生，唯一的国家，这意思就华夏、高卢、白熊只能活一个，那肯定是华夏了，还有别的可能吗？
那我们就跟他们干。跟他干？你疯了！华夏漫天神明，你怎么跟他干？不，总统先生，我的意思是跟着他们干。展开说说。华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，他们有强大的文化包容性。我们可以申请整体并入华夏，我们高卢可以成为华夏的一个新民族，比如说高卢族。这样，我们的文化可以保留，我们的人民可以幸存，我们甚至可以共享华夏这次国运之战的胜利果实。安静！这是唯一的路，与其被动的被抹除，不如主动的融入辉煌。我宣布，高卢共和国自即刻起向华夏递交并入申请。我们将带着我们的土地、人民与文化，请求成为华夏的一部分。立刻给我接通国运秘境，告诉杜邦，告诉他的新任务不是战斗，而是代表高卢向秦风投降，并且是作为即将回归祖国怀抱的同胞向他投降。是，总统先生。历史会记住这一天，高卢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。钱，看来我们之间终有一战了。只是没想到你的底牌是整个华夏的神话。意外，你是个值得尊敬的对手。我们之间的事儿不着急。树邦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我华夏秦风向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秦风先生，我代表我的祖国高卢，向您和伟大的华夏投降。说什么？我说我们高卢自愿放弃国家身份，请求整体并入华夏，成为华夏的一个民族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是敌人，而是同胞，即将回归祖国怀抱的同胞。检测到高卢国并入华夏，国运之战规则判定高卢国消失，华夏高卢省成立。选手国籍变更中，变更完成。当前秘境幸存者为华夏、川省、秦风、华夏、京都、苏沐月、华夏、高卢省、杜邦、白熊国、白熊格勒。1万。1万，我的孩子，你已经为祖国做得够多了，现在放下战斗的荣耀，为我们的人民做出最后的，也是最伟大的选择。大帝，我明白，白熊的荣耀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。秦，恭喜你。1万，你，我1万。代表我的祖国白熊国在此宣布，我们自愿放弃国家身份，请求整体并入伟大的华夏。我操，1万，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也学我？说好的战斗民族呢？白熊国愿划分为15个省，并入华夏，与高卢同胞一起融入华夏大家庭。我们的人民将成为华夏新的民族，永世守护这片土地。赢了，长老，我们赢了，我们是最终的胜利者。华夏万岁，人民万岁！长老，这是关于高卢行省和白熊15个行省成立以及民族整合的相关确认文件，请您签署。检测到白熊国并入华夏，国运之战规则最终判定白熊国消失，其疆域划分为华夏15个省。高卢白熊国原有民族与华夏56个民族共同整合成新的华夏96族。国运之战最终胜利者华夏。国运之战终结，鸿蒙神魔墟演变为鸿蒙神魔殿，供奉华夏万神，永镇天穹。最终国运本源即将降临华夏。
好孩子，好样的！你们是华夏的英雄。报告长老，信如主命。我们回来了。首长您好。报告领导，华夏高卢省代表杜邦向您报道。哈哈哈哈哈！欢迎回家，欢迎你们。就是这个民族，就是这个文化，就是爱我，华夏，爱我，华夏。